小伙伴们知道人类不吃不喝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天吗？对于小孩子来说，没什么比干饭更快乐的了。齐辽大雄不知粒粒皆辛苦，好习惯又从娃娃抓起。老爸讲起了自己经历的贫苦年代，当时饿的连蝗虫和野草都能上饭桌。可大雄毕竟没经历那个年代，说再多也是对牛弹琴。老爸伤心的离去，蓝胖子好心相劝，却被重拳出击，只好拿出紧食丸，吃一粒就吃不到一顿饭，未来的减肥神器啊！可大雄电视看得专注，还重拳出击，被打成花脸的蓝胖子只好放下药丸独自离开。看完电视的大雄膀胱一扫，下一秒就吞起了药丸。大雄剩饭，老妈也没法减肥了。第二天，大雄起晚了，就连送到嘴边的食物都没空吃。蓝胖子这才意识到大雄只吃了紧食丸，希望大雄能理解食物的来之不易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大雄连午饭也没吃到，还来了波厕所惊魂。大雄差点饿晕在厕所，可老妈出门跳广场舞了，家里零食又被蓝胖子给干光了，无死角地毯式搜索也毫无战果。话说蓝胖子，你的美食桌布呢？大雄只能动用自己的私房钱，可面包店门前的停业招牌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蛋糕太贵又买不起，大雄还一个平地摔，钢镚为了下水道，真是流年不利，祸不单行。饿成狗了，还与胖虎狭路相逢，被抓去当对手。齐辽大雄奇迹了得，赢了胖虎就想拍屁股走人，眼看胖虎拳头杀人，大雄只想输，可又赢了，那就只能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，却飘来神秘香气，就连蓝胖子的樱桃小鼻在大雄眼里都成了美食。好不容易活着回到家，来到厨房，竟遭遇了核能来袭，鬼混的孩子没饭吃。大雄猛然哭泣，蓝胖子惊了，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孩子吃了10粒儿，这是要3天都得饿着了。眼看大雄一块闹3上吊，蓝胖子只能坑大雄了。两人乘上时光机，来到4天后，正好赶上晚饭时间。为了不被发现，两人来到院子，只是区区一口，大雄就体会到了玉盘珍羞，也终于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。可另一个大雄却惨了，迎来了第4日的紧食，眼前人干眼前饭，客人只挑自己坑。那么小伙伴们有剩饭的习惯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圣诞节不允许有圣诞树，那节日是否会失去原有的光泽？大雄就恰巧赶上了这样的圣诞，明明节日气氛十足，可却唯独缺了灯光的点缀，因为车站施工跟节日撞上了，就连圣诞树都变成了天坑。但这却成就了财大气粗的小夫，把小伙伴们喊到家中，灯光一亮，直接闪瞎众人24K 钛合金双眼。这种级别的灯光秀，本以为只能在梦中有，却不曾想，只要有了超能力，小夫也可以拥有。人比人气死人，大雄想家中光芒万丈，可老妈是主妇，精打细算的她可不会铺张浪费。但还好老爸懂大雄，可这圣诞树只能用3个字来形容，非常小。随手一动，哎，坏了！生怕大雄哭街，蓝胖子赶忙拿出灯饰饼干，只需将饼干碾碎，随手一撒，然后再吹响哨子，召唤来干饭界的鸽子。吃到饼干的鸽子就会变成灯饰，效果会持续整整1天。可当两人回到房间时，老爸吃得正香，谁让老爸是个干饭人呢？至于为何还没发光发亮，只需关上灯，老爸就成了行走的电灯泡。这把数能为家里省下一大笔电费呢。还好明天是周6，老爸可以在家避难。没曾想老爸的公司是997，旷工1天就要扣半个月工资，老爸闪闪发亮，让老妈无法入睡。比起这个，老妈更怕老爸的光用了自家电费，老爸怀着忐忑的心睡去。第二天，2个小家伙只好全程护送，黑暗要躲避，动不动再打个光，终于将老爸护送到公司。眼看大门处有阴影，蓝胖子赶紧掏口袋，把轮滑鞋送到老爸脚下，差点将老爸一波送走。然而又拿出透明斗篷，跟着老爸一路来到会议室。齐辽大雄一个后退，老爸亮了。蓝胖子拿出缩小灯，却意外拿出了放大灯，社长惊呆了。可再一回头，老爸已经恢复如初。今天公司有个重要会议，而且还专门做了 PPT。蓝胖子想抢救一下，可又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眼看老爸要去关灯，大雄赶忙出手阻止，众人惊呆了。齐辽老板手里竟有遥控器，这下老爸BBQ了。本以为重要会议上玩花灯会被原地辞退，齐辽老板倒是个开明的，不仅没生气，还让老爸在新年会上再表演一次。出了办公室，饼干1天的效果也在此时消失了。3人路过车站时，听到众人都在抱怨今年看不到灯
灯饰活动。为了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节日的欢快气氛，老爸决定让自己再亮一次，毕竟圣诞节一年只有一次嘛。三人再次吃些饼干，化身成最亮的灯饰。大雄撒下饼干碎片，蓝胖子吹响哨子，虎父二人也想做出贡献，于是3人小队变成了5人队伍，专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整个小镇，为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圣诞节。宝子们觉得这样的圣诞节如何呢？虽然没有圣诞树，但至少还有闪闪发亮的圣诞老人。可到了入睡时间，一关灯，估计老妈又得失眠了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有一个手环可以让你与某人不再相见，你希望这个期限是多久呢？跟静香约好民政局前领证，可能过了时间，静香还没来，去找媳妇儿却遇何能来袭。静香果然喜欢笑白脸，就算大雄是个小学生，也哭成了高压喷水枪。爱得越深，伤得越痛。大雄要跟静香做个了断，只有这样，静香才会知道东亚醋王的独一无二。为了小学生的爱情，蓝胖子只好拿出错过雷达，这玩意儿本来是为了躲避胖虎用的，只要双方佩戴上，月老的红线都得失灵。道具相当人性化，还可以调节分开的时间。大雄一出手就设定了3个月，要做世上最狠心的男人。看到静香远远走来，大雄精准投射，一发命中，这样就能与媳妇儿完美错过了。大雄决定看看道具效果，雷达启动，平地摔，外加掉手绢，这就错过了命中注定之人。大雄开始发情了，幻想着3个月后，静香哭着说：“宝儿，我输了3个月的夜，输的都是想你的夜。”大雄回到家，老妈却送来了何能来袭。不是静香不要大雄，而是大雄记错了领证时间，火急火燎冲出家，可这朱孤生的手环却怎么都摘不掉。原来不到时间休想脱单，大雄慌了，眼看媳妇儿就在眼前，货车却没眼力见。可绕过车子，静香已不在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。静香还是念着大雄，可大雄2人进了民政局，还是完美的错过。想着自己要孤独终老，大雄猛然哭泣。蓝胖子灵光一闪，拿出取物皮包，可小手一掏，垫了个外焦里嫩，换上钓竿水池。可就算凭借体重优势，还是失败。大雄只能干等3个月了。没有静香的日子，大雄度日如年。蹲点守候，却遇马蜂突袭，门口堵人，却痴汉自挂东南枝。决定留下信息提醒静香，可妖风作祟，横幅表白却被无良司机搅局。就算电话联系，都常年占线。本以为是命中无缘，却不曾想是心有灵犀。骨折的时候撑杆跳，烫伤的时候去搓澡。3个月的时间，足够静香爱上学霸了。为了不让自己住孤生，大雄只能使出最油腻的求人手法，让蓝胖子拿出任意门。爱情就要主动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蓝胖子拿出任意门，大雄赌上爱情，打开大门，一阵烟雾飘出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又是那个熟悉的地方。手环脱落，雷达掉落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大雄还在发情，可静香却重拳出击，还送了个盆儿。蓝胖子拿起手环一看，腰瘦了，明明设定的是3小时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有不想见到的人吗？